你们会不会这样？我每次打包的时候，我感觉我都带多，这不会就是这么点衣服吧？然后其实当那边还有一堆，一会儿我还给自己设了一个小目标，海边酒店一单有没有网球场啊？我就说我这件可以跟他的这个是不是？来秀一个，给你搭配一下。Hello， 宝贝儿们，我是冷静，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你来陪我打包吧。你有没有看到我这边还有所有的衣服啊？因为我们全家终于要出去旅行了，然后我觉得太开心了，今天超级开心也紧张。原因之一是因为今天是录的时候礼拜4哈，我们是礼拜6，然后出发，全家5个人，我老公我还有2个小朋友，还有我妈妈一起开车去佛罗里达，然后是3周或者4周吧。为什么现在还没定？是因为我们头2周定了带他们去迪士尼 Universal Studio， 然后后1周躺摊在沙滩上。如果我们觉得如果实在缓不过来，就再多躺1个星期。然后因为我们这次决定是 road trip 开车去，因为 COVID 就是小朋友没有打疫苗嘛，所以还是希望说就是开车。另外我老公觉着，因为我们这一趟旅行中间要换很多酒店呀，并且也要去奥兰多，然后换到迈阿密，所以他觉着一家人提着行李箱赶来赶去的，然后可能太慌张了，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开车。那我今天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装到1个行李箱里，我觉得不太可能，这是我为什么非常紧张，因为我觉得好久没有打包了，我感觉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赶紧开始吧。天啊，我决定我想缓一缓，因为有没有那种就一开始打包，然后觉着天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完，就等一等，然后想一想，然后结果半天就过去了。我就是这种情况，我觉着天哪，我每次真的就是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儿，然后呢开始做减法。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是可能拿的太多啦，或者装不下了，实在就留家里了。我觉得这次吧，我想想啊，我自己呢有几个多年旅行下来非常喜欢的，就是这种透明的这种袋子，然后这个吧真的无论是我买的还是送的什么赠品，我都觉得特香，因为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什么东西都必须能看见。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我是那种我看见它们我才比较安心，所以这些全部都是透明的。然后像这个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然后它是一大一小，然后我后来趁打折的时候又多囤了几个，终于现在又开始能够用上它们了。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不论算包包啊、鞋啊或者衣服呀，就一目了然，而且又特别的轻。然后除了这些，我自己还特别喜欢就是 LV 的这些旅行的东西，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我平时其实自己的包就是平时日常用的，其实不怎么选 LV， 但是我觉得旅行的话就特别的给我感觉有安全感，又就抗造，因为它其实不是皮嘛，就是所以它也不怕水，不是特别怕水。然后我觉得这个包，我小的时候，好像是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觉得这种老花真的有点太老气了，但是现在我真的是觉得很明智，我最后选的都是老花。你看这个就是年纪就比较久了，你看它这个皮就变色了，然后像这种新买的，你看它就是浅色的，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越用越耐看。然后这个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我平时街拍的时候就用。然后，感觉好久没旅行了，都给倒腾出来了。这个你看我里面配了一个内胆包，我可能这个就是在 Google 上面就是搜的吧，它是专门配这个，就这一款的，然后放进去以后有很多格子，就很方便。把它放进去，就挺好的一个收纳。然后这次其实我们是去2周吧，1周半的时候是在 Universal Studio 和这个就是迪士尼，其实用不上那些 fancy 的什么特别 fancy 的包，就平时像什么 Classic Flag 啊或者等等的，所以我基本上就选了一个这个，就是这简直就是我的日常万能包。因为就是带小朋友嘛，出去的话不需要带很多东西，天天就在园子里面过山车或之类的，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当一个腰包或者斜挎。而且我听说现在就是佛罗里达是7月份吧，是它的雨季，还经常可能会下雨，这个包特别皮实，就也不太怕雨吧，是帆布的吧。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是你们每天应该到时候会看到我准备要录 vlog， 这个应该是我天天会带的。然后还有哪个包？我看看啊，对，我还可能就是会选在这几个包里面选1个或者2个吧。天哪，这是什么牌子？
卢布腾，我最喜欢那个鞋的牌子。然后它就是一个特别，就是你把它软趴趴放在那儿特别不起眼儿，但是你打开以后，哇塞，这里面的空间巨大。这个我本人就是想说，因为我们是就是随开随停，其实我跟我老公都不是一个特别爱做计划的人，但是因为开过去是15个小时，肯定中间是要歇一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把可能那一晚上大家要用的一些，就是我们洗漱啊或之类用的东西放在这个袋儿里，然后提着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老把这个大的行李箱打开关上。然后这剩下的这2个是我想就是最后1周吧，1周半去那个沙滩，迈阿密沙滩的时候带一个沙滩包。然后你们觉得我是带左边这个还是右边这个？这个毛巾包也是早为了旅行准备的。我觉着可能这个我更喜欢，是因为它可以2面，而且它这个带一个这个包特别方便，里面平时有东西啊，这是洗手液，现在感觉洗手液啊、口罩就变成了必备的这种。然后开始准备收拾吧，在这儿。我觉得这次打包哈，重中之重就是防晒，因为我觉得去佛罗里达就是完全忽略了，就是防晒霜它只防晒伤不防晒黑这件事儿，导致于就是我小朋友天天夏天去游泳，然后现在都快成一黑猴了。然后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虽然不是说特别追求你一定要就特别美白、特别白皙，但是我觉得就确实是防晒这件事情，就是女生就皮肤衰老特别大的一个因素，所以你肯定还是要注意的。所以这次尤其是去佛罗里达，就这种很热的地方，然后我特意就准备了5花8门的防晒霜。防晒霜我自己超级喜欢，就是这2个品牌。然后这 Evidence 是我去年夏天开始非常喜欢，它是特别的水润，2个都是 SPF 50，然后 PA 4个加号，都是4个加号，就是那个 UVA、UVB 嘛，一个是就是皮肤表层的晒伤，然后另外是皮肤深层导致这些色斑啊、老化之类的。我发现美国就是全部都是这个 SPF 值，没有这个防 UVA 的这个，对，然后所以。哎呀，然后才发现，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带这个有点粉底液的这种感觉，然后涂脸。其实我也会拿这个涂脸。你刚才说这个是就很水润，然后这个其实是特别的干燥一些，就是我觉得干皮可能不一定会适合，但是我自己是混合型，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抹完了以后脸上就不会泛油，所以这2个我都带着吧。然后就是这种就是我老公那天跟我一起去跑到那个 CVS 吧，就这种超市里去买的，因为它就是你真的去海边的时候哈，就是喷还是比那种涂抹式的要方便多了。然后另外就是它是这种 waterproof 吧，就是可以防水的，但是这个就是说去玩水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就带着这2个。花露水儿，这种神花露水儿，你们学着熟悉吗？这个我特别开心，在我们这边的中国超市买到，这真的是伴我从小长大，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闻到这些味道，也不知道美国的蚊子怕不怕这个。这些就是开车防晒，这个我是在那个 Amazon 上新订的，就是套袖。防晒套袖，虽然我不怎么开车，我大部分都是我老公开，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手真的晒得好黑啊！我给你们看，放在一起，我就准备，这个绿色的还是挺好看的吧？卸妆，对，卸妆这个是我最近的，也是今年夏天吧。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我真的很喜欢。我发现这个性价比真的超级的好，因为我原来跟你们讲说，我特别喜欢就是Chanel的这个，它是就是眼唇的，但是我用它卸全脸，因为它特别不刺激。可是这个真的太不经用了，这一小瓶儿，像我旅行出去一个月的话，到最后可能都就没有了。所以我本身是想说，把这个大瓶的灌到这个小瓶里，居然它的设计居然是这么不环保吗？它不能打开。然后我昨天试了半天也打不开，所以我想，我觉得这一大瓶也太夯实了，我就把这个底儿可能准备带了，然后再带一瓶这个，应该差不多。然后想就是夏天，我觉得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晒时间长了以后皮肤特别的干啊？然后我就想说带一个这个新买的这个护体的这个 lotion 乳液吧，然后它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我都可以用。没有打开就已经很香了，这个我很喜欢。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我老公受不了，他是那种就特别就是过敏体质吧，然后因为太香了以后鼻子就不舒服。但是管他，我先带了它。然后牙膏，对，牙膏这个就是所有的这种迷你的这种包装，就是旅行
会觉得超级的方便。然后想想啊，收拾珠宝首饰。其实这次主要是陪小朋友玩，希望我可以控制一下自己对他们的耐心。反正本身做好了准备，就是这2周就头2周嘛，全部都是在迪士尼啊和 Universal Studio 让他们开心，陪他们玩。所以其实并不是用。反正我自己没有带很多特别时尚的呀，反而都是这种 T 恤啊，很休闲的衣服。所以在配饰上呢，最后1周吧，去海岛就是迈阿密海边，所以有一些这种比较彩色的呀，然后首饰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很好玩儿。然后但是呢，然后我最近尤其是比较的喜欢珍珠，我觉得最近女生戴珍珠，也挺好看的，所以我就准备带一些珍珠类的配饰啊。然后呢，其他就是基本上是银色的比较多一些，我觉得这些就配什么 T 恤啊什么的很好看。这个我其实最新买的还挺喜欢，因为我最近特别喜欢就是银色，从喜欢金色到喜欢银色，然后它是有个金银就是叠搭的这个在一起配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看。这应该是我这次戴的最时尚的一条项链。收拾的转战到这边，还是先说说鞋子吧。然后虽然我每次鞋基本上都是最后才放到行李箱里的，但是我还是会早的会想好我想带什么鞋。这次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之前老吐槽我说Chanel的鞋太难穿了，但居然发现这一次我选着最后都选到Chanel了，几乎是啊。然后其实我想问问你们，我有一点点小纠结，就是行李箱装太多东西了。一个是这一双，然后是黑色皮子的，然后这双是这个塑胶的，你们觉得我应该带哪双呀？然后剩下的呢，其实因为这2周一开始还是就在这个迪士尼玩嘛，所以我觉着不知道我的这个脚力如何。然后这双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又是黑白好配色，所以我就想说肯定是要带一双运动鞋。我这次唯一带的2个，这2个我也想纠结，我也想说可能我最后要不要就取舍带1双，然后他们2个都是这种小跟儿的凉鞋，这个是透明的这种 PVC 嘛，所以无论我上衣穿什么的话都可以，而且显得腿挺长的。所以你们觉得呢？这双可以扣1，这双可以扣2哦。然后这双吧是我新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这次想打包的一些毛巾材质的衣服挺搭的，所以我想这个主要是想去迈阿密的时候穿。这边就我这次打算就是说就是去玩，然后简单基础，所以我首先选了4条牛仔短裤，因为是3周吧，至少是3周嘛，然后前2周都在外面玩，然后我是想说就是那些过山车啊之类的，就穿裙子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我就带了，本身是说肯定要带3条这种牛仔短裤嘛，蓝色、黑色、白色，这样就是无敌百搭。然后但是我有点纠结，我觉得这个超短的小热裤也挺好看的，所以我就在这两条里面又纠结了一下，你们觉得我应该带哪条？我还给自己设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我觉得我最近真的运动有点少，然后我想说度假的时候，因为不是特别紧张的行程的话，我可以早一点先去健身房，然后跑一跑，然后再陪小朋友去玩。所以我有专门有信誓旦旦的挑了一堆健身运动的衣服，因为你肯定在酒店你不可能去天天去洗嘛，所以就多带几套。然后你们可以到时候监督我一下，我有没有到底真的有每天去泳衣。对，然后泳衣这回吧，其实我倒不是想说真下水，然后但是呢，我居然今天超级的开心，就这一季的时候，我买了2套吧Chanel的泳装，然后居然它是可以下水的，因为我上周穿这个跟朋友们打了一场水仗，非常的轻松。完胜，不知道是不是这件衣服然后帮的忙哈，但是就是它还是蛮好看的，到时候希望在酒店的时候拍一拍。这个有个好玩意儿，这次是我那个决心，然后开始给大家录一些 vlog， 然后手残党，所以我新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大疆的这个 Pocket 2吧，我争取在明天出发之前搞明白这个是怎么用的。但是我觉着你看这个是国货之光啊，我觉得大疆还是应该不是我第一个了，应该是第2个、第3个大疆的东西，所以很期待它拍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我前2天就是 Costco 的时候，然后看正好 Costco 打折，然后还多买了几盒，是一个特别里面是有9个不同尺寸，然后21个这种彩色的创口贴。
我觉得这个挺好，就是挺好玩的。有的时候小朋友比如磕破了什么的，他们就很疼当时。然后你说，哎，那给你挑一个好看一点穿，我给你挑哪个呀？能转移一下他们注意力，然后这样他们就会忘了当时特别疼或者怎么样。其实每次打包哈，我觉得最难的，你们觉得什么最难打包？我自己觉得其实又占地儿又特别难打包，就是这些帽子。我最近挺喜欢的就是这种渔夫帽，因为这个渔夫帽吧，就是你这么着一折，然后一戴，就完全也不怕压。像这个帽子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瘪片儿，就这种，就这样特别不费空间。但草帽的话就不可以，就是只要一压什么变形都特别难看，所以我可能就是这个，我肯定是想去迈阿密的海边。看看衣服哈，其实我觉得夏天打包还是挺方便的，因为衣服都比较轻薄，然后也不是很厚重。然后另外，我觉得前2周就是各种的 T 恤，或者你看我把我们全家能有这种米老鼠主题的这些，然后我的、李航的，还有小朋友的就之后再收拾吧。然后全部都先拿出来挂在一起，然后穿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像这些，哎呀，这些我可能就是想。可能在迈阿密的时候啊，或者是可能在迪士尼的时候会穿1、2件吧，像这些小 crop， 不知道我到时候会晒黑成什么样子。就这些，我想就带一些清凉的，因为可能每天都要换嘛。然后剩下的就真的是你看，以水这边就是 Brian 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 T 恤，然后我选他穿白色，所以这些，然后剩下就是我的一些大 T 恤，全部是这种。然后我还有带了2条，这个我之前就是穿过，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好看的，因为它们可以就是胸线贴胶特别好，不需要穿文胸，什么特别清凉，像这样的小裙子。剩下像这种，这个就是准备去沙滩飘逸，然后带上，省着来兜兜风，然后怕这省着到时候晒伤了。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也不防晒吧，就是那个防个心理防晒。就这样呢，我可能去海边也会带。然后，像这种连体的仔裤，我肯定是会带的。然后去园子里玩嘛，身上有很多兜啊，各种的放这些，就可以不用背包了。然后这种就是我就是想说，纠结是防晒还是清凉？这种就是挺轻薄这种长裤嘛，就实在是怕晒坏了，我也会带2条这样比较清凉的这种裤子。然后就是我说的这种毛巾质地的这样的，还有这种质地的，我觉得可能会比较舒服，然后比较吸汗，所以我想说，带2件。好吧，那我觉得都装下，打包装箱。真的是有点够呛，一会儿再想办法把鞋子放进去，咱们就佛牙见啦。